麦麦和狐狸猫经过一块正在施工的空地，打地桩的声音好大声，他们不禁捂起耳朵，决定快速离开这里。远离了工地，虽然仍可以听到施工的噪音，但音量已经降低了许多，终于可以听到对方说话的声音了。麦麦好奇地问：有没有可能设计出一款可以降低噪音音量的产品呢？狐狸猫觉得很有趣，并且马上提议，希望把这项产品做成耳罩式耳机的样子，就可以方便地戴在头上了。那么要如何降低噪音音量呢？麦麦马上想到一个点子，荧幕前的你能不能帮助麦麦检视这个点子可不可行呢？虽然声音的确无法通过真空的环境传播，但声波除了在空气中前进，也可以在固体中传递。因此，耳罩内部虽然是真空，声波仍然可以透过靠近耳朵的耳机壳传递。如果想要加强这个方法的效果，大概只有放大真空的部分，并且让整个头附近都没有固体物件。如此一来，声波传入耳朵的几率才会变小。狐狸猫继续思考，还有什么方法能降低音量呢？或许在进入发明的阶段前，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，从波动的观点来看，音量到底是什么呢？音量其实和波动的性质、振幅息息相关。为了帮助理解，我们先从横波谈起吧。还记得之前提过的，波动不会传递介质，而是借介质的振动来传递能量。波动含有的能量多寡，则和它的振幅大小有关。振幅的定义是波峰或波谷到平衡位置的距离。振幅越大，表示波动的能量越大；振幅越小，波动的能量越小。纵波的振幅也一样。举声波为例，空气粒子的振动方向和波动前进方向相同。每个粒子一开始所在的位置为平衡点，而粒子往左或往右的最大位移就是纵波的振幅。和声波上的粒子从平衡点移到最高点或最低点一样。声音的音量大小和振幅息息相关，振幅越大，波动的能量越大，音量越大；若振幅越小，则音量越小。了解了振幅和音量大小的关系后，狐狸猫提出了一个想法，把耳机内部塞满海绵，利用海绵来吸收声波的能量。当波动的能量被吸收之后，振幅就变小了，因此噪音的音量也就变小了。麦麦发现，这不就是一般常见的海绵耳塞吗？原来耳塞的原理是这样的。但是麦麦觉得海绵耳塞的效果也有限，无法抵挡工地的噪音。麦麦和狐狸猫继续想着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降低振幅的大小呢？啊哈！麦麦想到一个疯狂的点子，如果两个波的振幅可以相加或相减，那是不是可以借由振幅的相减来降低振幅的大小呢？麦麦的这个点子很聪明，使用的原理也很简单，就是波动之间的叠加。把两个一模一样的横波加在一起，你会发现，当波峰和波峰相加，同样位置的振幅就变成2倍大。两个波谷相加，则波谷位置的振幅也变2倍大。同样的，在纵波的例子中，如果声波的密度是波峰，声波的2个波峰相加，则波峰位置的振幅变大，也就是那个位置的粒子密度变大了。听到这里，麦麦兴奋地继续推论，如果把一个波峰和一个波谷相加，会怎么样呢？身为麦麦好朋友的你，能不能帮麦麦回答这个问题呢？当振幅相同的波峰和波谷相加时，波形会相互抵消，波动就消失了。这其实就是麦麦刚刚提的方式，利用波的叠加进行振幅之间的相减。
当噪音的纵波传到耳朵时，如果狐狸猫们的耳机可以制造出相同的振幅，但波形相反的纵波，因为波峰波谷互相抵消了，因此噪音的声波就消失了，也就完美的去除了噪音哦。狐狸猫觉得好有趣，原来可以利用声波的相消原理来降低噪音啊。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声音的振幅和音量有关，要降低声音的音量，就要缩小声波的振幅。那么，描述声音音量的单位是什么呢？通常我们会用分贝这个单位来描述声音的音量大小，英文用 dB 表示。分贝数越大，则声音的音量越大。当声音的分贝数超过某个值，我们的生活可能就会被影响，甚至耳朵可能会受损。这样的声音就被称为噪音。比如建筑工地中的音量很常超过70分贝，在工地里的师傅们如果长期在没有保护措施的状态下工作，便很容易听力受损。最后，狐狸猫们想邀请你来小试身手一下。狐狸猫们将今天学到的知识做了一个重点整理：一、振幅是波峰或波谷到平衡位置的距离；二、振幅大小和波的能量有关，振幅越大，则波动的能量越大；三、振幅越大，则音量越大，反之亦然；四、分贝是描述声音音量大小的单位，分贝数越大，则音量越大。最后，和狐狸猫们一起来脑力激荡吧。麦麦最后的发想其实是现代科技物抗噪耳机的原理。抗噪耳机会主动产生一个声波来抵消外来的噪音。你觉得目前抗噪耳机的设计是让发出的声波向外去抵消噪音呢，还是把这个声波向内发送到耳朵内呢？为什么？各有什么优缺点的考量呢？